大家好，我是新月。最近美联储又降息了2次，美股呢也是一路涨到了新高，甚至比特币都冲上了10万美元。但是市场呢也开始不太安分了，动不动就有股票忽然跳空下跌个10%几20%。那现在的美股呢，说白了就是有钱赚，但是风险也越来越大。那我今天给技术上还不太成熟的同学们整理了5只 ETF，有涨得特别快的，也有比较抗跌的。那目的呢，就是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，从这波行情里面捞点收益。接下来呢，我会逐一介绍这5只 ETF 是什么，有什么特点，那跟大家聊一聊我的操作思路，怎么样用这些 ETF，最后讲一讲这5只 ETF 整体的组合该怎么操作。我的频道一直专注在风险控制下的投资方式，和结合目前市场机会的 ETF 的操作策略，还有一些实用的省税技巧，希望对你的财富增长有一些帮助。当然了，股市有风险，大家投资也要谨慎。这里面的内容呢，是我个人经验和思考，不是投资建议啊。我第一支选的 ETF 呢是 ARKW， 它本身是属于高风险高回报的成长型 ETF。换句话说，这支 ETF 只有在降息、经济数据表现良好、整个市场向上，也就是牛市条件下才具有优势。那我们现在目前所处的环境呢是在降息，经济数据也不错，市场的资金呢愿意为这些成长股买单的时候，才是适合它的市场。最近的市场热点都在比特币上面，美国政府逐步支持比特币作为金融工具之后呢，特别是在大选之后，比特币价格一度突破10万美元，下一步甚至有人看到12万、20万。那这个时候我们会不会花10万美元去买一只比特币？那2万的时候我们没有买，现在10万可能真的下不去手啊。但不参与呢又心痒痒，参与呢又担心万一市场转向暴跌，自己没有来得及止损，亏了本金。那这种情况下，其实我们可以考虑一下，比如说现货 ETF， 或者呢去考虑一下主动管理的 ETF， 让那些专业的投资经理来帮我们打理这些高成长高波动的资产。我选 ARKW 呢，因为他们的老大是木头姐 Kathleen Wood， 这个被称为华尔街的科技女神。有次采访的时候，她说她自己最想投的公司是 SpaceX， 因为她觉得人类必须走向星辰大海。那她就比较专注于投资那些能够创造新市场、改变世界的企业，比如说是云计算啊、人工智能、区块链、数字媒体等。那这些呢，也就是她的投资集团 ARK Investment 的投资的主要方向。其实 ARK 旗下有一系列的 ETF， 还蛮多的。我说几个主要的，像 ARKK， 它是创新 ETF， 主要投资那些颠覆性的创新公司。下面的话，像 ARKG 的话呢，它是主要是基因类的，比如说是基因编辑、基因治疗、生物科技类的，在这一块。下面 ARKW 呢，它是下一代互联网 ETF， 主要聚焦在像云计算、人工智能、区块链、电子商务等等的。ARKX 这个是太空探索和创新的 ETF。还有一只是 ARKQ， 它是主要是自动化和机器人方向的。那比如说自动化机器人、能源储存、自动驾驶，都是投这一块的。在这些 ETF 当中，我选 ARKW 原因呢也比较简单，它投资的方向至少还比较好理解，像是基因、太空这些虽然也感兴趣吧，觉得也是未来的发展方向，但是看不懂啊。像 ARKW 它投资的呢，像是云计算、数字媒体、区块链、AI 这些的话，通过做基本面的研究，至少知道它里面比较龙头企业是谁，他们有什么护城河，走势怎么样，他们的基本面的一些信息、现金流这些的话，至少还是比较好理解了。那如果它里面所投资企业出问题的话，那也就是我离场的时间了。我们来看一下 ARKW 它里面持仓，那它第一大持仓呢就是投资比特币相关的资产，那第二大呢就是特斯拉马斯克加持的，又是电动车，又是新能源，又是存储。Roku 的话是流媒体设备的平台， Coin 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平台之一，RBLX 呢它是年轻人喜欢的游戏平台，非常受欢迎。Robinhood 的话也是美国这边年轻人比较喜欢的券商，那它是第一个至少在美国这边吧，提出是免佣金交易股票的券商之一，它现在也可以交易加密货币。
SQ 的话是提供移动支付，像 Cash App 啊和给商户解决支付的方案。PRTR 那真的是最近的一只热门股了。那它呢是大数据分析的一家软件公司，但它一半以上的合同都是来自于政府的采购，所以成长性非常快。Meta 是之前脸书最大的社交媒体平台，Shopify 的话呢是电子商务平台。所有这些公司全部都是高成长的新兴公司，那同时呢也是受降息利好的板块。它的收费呢是 0.87%， 涨价了，原来是 0.75%， 近一个月的收益呢是 32%， 4个月是 74%， 5年的收益是翻了个倍，10年的话是涨幅 478%。说一下它的操作方式，那这一类高成长性的 ETF 呢，它不适合定投的，所以说你不能就买了放在那边不去管它了，它非常吃市场的环境，就市场在低利率的资金比较充分的情况下，那些投资者愿意为未来付出一些溢价，那这一类的 ETF 呢就会比较受资本的追捧。但是环境一旦改变，比如说加息或者通胀或者经济政治的环境不确定的时候呢，那资金会快速的从这一类的 ETF 当中撤出。我们可以看它上次见顶的时候的状态，那个时候呢是在2021年2月，但是美股真正见顶是在21年年底的时候，它比市场早见顶10个月。那个时候美国的利率其实还是在低位 0.25%， 在2月份的时候，但是呢那个时候的通胀其实已经有一些抬头了，也不高了 0.17%， 但是呢华尔街的嗅觉就非常灵敏，它一般会比市场早半年采取行动。那个时候美国经历2任总统的量化宽松，发钱发债往市场注水，那通货膨胀已经是一个必然会发生的经济现象了，通胀之后那加息也是必然的，所以说那个时候市场就预判了未来肯定会发生通货膨胀，肯定会发生加息，所以资金就快速的从这些高成长的 ETF 当中撤出来了。但是整个美股市场它还是往上的，可以看到从2月到11月它又涨了整整半年多。所以这一类 ETF 的操作方式呢，就是市场向上的时候你就跟着赚一波，市场一旦转向你就赶紧跑。第二只 ETF 呢是安硕旗下的 IWO，它主要聚焦在小盘的成长股。 IWO 它是追踪罗素2000的成长指数，这一类的公司呢，它规模相对于比较小一点，处于业务的快速扩张阶段，所以它的风险会比较高一点，但是成长性非常好。选它的原因呢，也是因为降息利好小盘股，特别是在牛市当中热钱比较多的情况下面呢，大家会比较去追捧这些涨得比较快的小股票。我给大家看看它里面前10大的持仓，其实它的比重都不大，比较分散，2000只股票嘛，每只身上分到的持仓其实还比较分散的。因为看看它现在的图形吧，第一大持仓 FTAI 从熊市底部出来涨了 1230%， 第二只 SFM 世家超市2年之内涨了 487%，下一只 INSM 涨这样，其实它不是每只股票都涨了，这只不错是 CRDO， 但是呢它也是会有，比如说你看这样跌下来了，对吧？或者说是涨了一半然后波动的这种股都有，但是呢因为它是2000只股票嘛，所以说此消彼长的情况下，如果市场整个大环境是有利于这些成长股的话呢，这只 ETF 它还是会向上的一个趋势。那 IWO 它的费用呢是 0.24%， 因为它是被动型的 ETF， 所以收费就会比主动型的要低一些。那近一个月它涨幅呢是 7.8%， 4个月 21%， 5年 48%， 然后10年的收益率呢是翻倍。说一下它的操作方式，在目前的市场上呢，它涨得会比大盘指数快，你可以看到这个曲线是比较直的。那目前的话其实也是这样子的状态，但市场转向经济不稳定的时候，市场上的资金也会从中间撤离的。可以看到它在21年2月的时候也是见顶了，之后经历了一段波动期，然后在21年11月的时候，然后彻底进入熊市状态了。说了再直白一点就是目前呢它会涨得比较好，但是一旦你看到通胀率上升了，或者失业率上升了，或者说它跌破均线了，那你就赶紧跑。下一支 ETF 是 HCHD， 这是一支股息类的 ETF， 它不像前2支 ETF比较适合放在牛市当中，那市场一旦转向的话你就需要跑。这支呢是适合长指或者说定投的 ETF， 放在这边的原因呢是为了降低你组合的一个波动率。
SCHD 的话呢，它的费用非常低，是0.06%，那近1个月的收益是1.5%，然后近10年的收益呢也有个翻倍了。看到了没有？牛市当中它的涨幅远远不如上面2个，但是时间一旦拉长的话，它的收益还是可以的。可以看到，在熊市当中的时候呢，它不像成长类的 ETF 是刷刷往下跌的，它是一个波动震荡的状况。然后一旦出了熊市之后呢，它会跟着市场一起往上涨。它的股息呢不是特别高，2.53%，但是买它的原因呢，并不是说图它股息有多高，而是看重它一个相对的稳定性。那有些同学可能说，要图稳定的话，我干嘛不去买国债呢，或者买定存呢？其实也是可以的，但是呢，现在是降息。那目前的话，你买这些固定资产类的投资的话，可能会有个4.5%左右的一个收益，对吧？但是呢，一旦降息之后，如果降到3%、2%，它的收益你就需要跟这些股息类的股进行比较的，并且呢，它的话就是不光是有一个股息的收益，还有一个成长性的收益。为什么说我说在牛市当中的话，它还是不错的一个标的，是因为它的一个成长性。当然，市场转向的话呢，你还是需要自己判断一下的。市场转向的时候，它和一些固收类的产品是不是哪个更合算一点，你需要调整你的仓位。对了，我这周会开一场直播，讲一下目前的市场呢，怎么样管理自己的投资组合，怎么根据不同的风险等级分配自己的资金。那有兴趣的话，可以点击评论区的置顶链接报名。接下来第4和第5只 ETF 呢，分别是追踪大盘指数的 SPY 和 QQQ， 这2只其实大家都比较熟悉的，所以说基本的概念我就不多说了。标普500是追踪美股前500家上市公司， QQQ 是追踪纳斯达克前100家公司，主要集中在科技股，所以 QQQ 的收益不管是从短期的还是长期的都优于 SPY。 其实我们从持仓上看的话，他们2只 ETF 的前50%的持仓吧，基本上是高度重合了。但是呢，标普500的话，它是有500家公司嘛，所以说范围更广一点，波动性会比 QQQ 低一些。另外，如果说你不做期权，不考虑流动性的话呢，SPY 的话，你可以用VOO 来代替， QQQ 你可以用 QQQM 来代替，他们的费用的话都比这2只要低。今天呢，和大家说了5只适合牛市当中持有的 ETF， 其实算是一个投资组合啦。ARKW 的话是比特币加互联网的概念， IWO 的话是小型的成长股快速增长， SCHD 的话股息股降低波动率，还有2只大盘股的 ETF。如果说你看到比特币也想买，看到涨得特别好的股票，不管它的点位在哪里，你都想冲的话呢，那你先别冲。特别是对于没有交易系统的小白，你不知道点位的情况下，这样茫茫然的冲进去，很容易被套住的。不如就买些 ETF， 像 ARKW 它主动管理的基金，那木头姐至少还挺牛的吧。像 IWO 它是被动管理的，减去了情绪的因素，而且它至少是挑的成长股当中前2000的，还是已经帮你挑了一下的。当然了，市场不可能一直是牛市的，它总归会转向的。那一旦市场转向或者跌破了支撑位的时候呢，前2只股票你该丢就是丢，不要死拿着不放啊，也不要补仓。市场一旦进入下降趋势的话，深不见底，那下面3只呢，你如果想长持都是可以的，好吗？好，今天就到这里了，有问题的话我们在评论区讨论，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